牛奶是冰箱裡的常客，是早餐的靈魂。但你曾想過，人類是何時開始飲用這種液體黃金的嗎？故事要從1萬年前說起。那時人類剛開始馴化牲畜，而喝牛奶其實是人類演化史上的一場意外。大約8000年前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肥沃月溫，人類開始嘗試擠下牛奶，但當時這更像是一場冒險，因為對於當時的成年人來說，生鮮牛奶並非美味，而是毒藥。大多數人喝完後會感到劇烈的腹痛，這就是我們熟知的乳糖不耐症。在那個沒有抗生素的年代，嚴重的腹瀉甚至可能導致死亡。轉機出現在發酵技術的偶然發現，人類發現將牛奶制成乳酪或酸奶，竟然就不再讓人感到不適。細菌幫我們完成了預消化，它們吃掉了大部分乳糖，這讓乳酪成為了最早期的可儲存的高熱量軍糧。隨着部落向陽光稀缺的歐洲北部遷徙，牛奶的價值發生了質變。在那裡，缺乏日照意味着維生素 D 的匱乏，牛奶中的鈣與磷成了北方族群生存的關鍵。於是，身體裡那顆沉睡的基因種子終於開始了強力的突變。最初，人類成年後無法消化乳糖，直到一場基因突變，讓我們擁有了乳糖酶持久性，牛奶才成為生存優勢。基因突变像野火般蔓延，擁有了消化能力的族群在前漢與嚴寒中獲得了生存特權，牛奶成了跨文明的財富。隨之而來的是數千年的選育，我們培育出產奶量驚人的荷斯坦牛，也留住了乳汁豐盈的絹山牛，各施其所。但在幾世紀前，牛奶依然是地區限定，由於極易腐敗，它無法離開農場太遠，城裡人很難喝到新鮮貨。鮮奶的保鮮時鐘極為短暫，在那個沒有冰箱的年代，長途運輸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直到蒸汽機的轟鳴響起，1830年代，鐵路改變了一切。火車讓遠郊的優質牛奶能在幾小時內直達倫敦，牛奶貿易正式進入了狂飆時代。然而，需求暴增也帶來了黑暗的一面。為了利益，不法商販在奶裡摻水，甚至加入石灰和粉筆灰來偽造濃稠感。更糟糕的是，細菌未經處理的生鮮奶成了致命的溫床，引發了大規模的疫情。牛奶一度被稱為白色恐怖。痛定思痛的人類決定用科學與工業的力量徹底馴服這股白色液體，一場關於物理與化學的革命就此開啟。走進工廠，脫脂的過程像是一場旋轉舞，利用離心力，密度較輕的脂肪被甩出，這就是脫脂奶的由來。離心機分離後，工廠會進行關鍵的標準化，將精確比例的乳汁重新回填，確保每一盒奶的脂肪含量都嚴格達標。這就是你在超市看到1%、2%或3.8%的由來。全脂奶並非全是脂肪，而脫脂奶也並非完全零脂肪。但要記住，維生素 A、D、E、K 是脂溶性的。當脂肪被無情帶走時，這些珍貴的營養素也會隨之部分流失。全脂奶並非全是脂肪，占比僅約3.5%。它保留了維生素 A 和 D， 還有那份讓人無法抗拒的醇厚香氣。既然口感各異，那廚房裡的選擇就成了藝術。全脂奶加熱後的綿密奶泡是每一杯精品拿鐵不變的靈魂支撐。為了讓口感始終如一，牛奶必須經過均質化。在高壓下，巨大的脂肪球被粉碎成極小的顆粒，從此均勻懸浮。在這項技術普及前，牛奶是有明顯分層的。頂部的奶油層曾是高品質象徵，但這種狀態也讓衛生管理變得困難。當我們感嘆現代工業的精確時，別忘了，
這份安全是用無數生命換來的。現在，讓我們穿越回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。19世紀前，牛奶是危險品，未經杀菌的生乳极易滋生細菌，甚至傳播結核病。直到一個男人的出現，當時人們對這份隱形威脅一無所知，看似純淨的白色液體，在微觀下卻是細菌肆虐的修羅場。直到科學曙光降臨，路易·巴斯德發明了巴斯德消毒法，低溫長時間加熱，在不破壞風味的前提下，殺滅了致病菌。巴斯德的發現引發了乳業革命。20世紀初，透明的玻璃瓶成為衛生的標誌，送奶工的身影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清晨。巴斯德杀菌保留了生乳原始的風味，但它有一個弱点，必須全程冷藏，且即便在低溫下，保質期也只有短短幾天。為了讓牛奶跨越千山萬水，走進沒有冰箱的角落，科學家開始挑戰更高的溫度。一場關於時間與熱度的新遊戲開始了，而超市架上的常溫奶採用的是 UHT 超高溫滅菌，雖然流失了些許風味，卻能讓保質期延長至數月。超高溫讓牛奶發生了美拉德反應，乳糖與蛋白質的輕微焦糖化，賦予了常溫奶那種獨特的熟乳感和甜香。常溫奶不需要防腐劑，靠的是這6層複合包裝，徹底隔絕了光線與氧氣，讓牛奶在無菌空間裡實現了時間靜止。挑選時請看準配料表，真正的純牛奶只有生牛乳，而那些加了糖、香精和增稠劑的，只能叫乳味飲料。近年來盛行的 A2 牛奶，區別在於蛋白質結構。對於腸胃敏感的人來說，它減少了飲用後的小情緒。雖然牛奶在營養上近乎完美，但環保主義者帶來了新浪潮。燕麥奶的低碳、杏仁奶的低熱量正在重塑貨架。但要注意，大多數植物奶蛋白質含量遠低於牛乳。若為了口感選擇它們，記得透過其他食物補足天然鈣質。科學建議成年人每天攝入250到500毫升乳製品，若依然乳糖不耐，可選擇酸奶，細菌已提前幫你解決了麻煩。無論是全脂的醇厚，還是脫脂的輕盈，身體舒適才是第一準則。這杯液體黃金依然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現之一。看懂世界，從解碼萬物開始。我是萬物解碼。希望這期視頻能幫你選到最適合的那一瓶。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。